捕手是要不要出口杯？比赛有谁？很多厉害的呢。我们来自不同地方，拥有不同身体。在这球场，我们说同一种语言。棒球让梦想无碍，创造平等的梦想舞台。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起加入我们的线上直播，来收看2025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今天是2025年8月24号，要来看到视障组赛事的季军战，要由新北猎豹盲棒队来出战闪电盲棒队。那我们比赛的地点在新北市树林鹿角溪的身障棒垒球场。哇，现在接近正午时分哦，目前天气温度34度，湿度76%的湿度，但体感温度应该是逼近40度啊，两边选手都相当的辛苦。那这场季军赛，我们相当开心，是邀请到我们的专业的盲人棒球教练陈湘瑞教练来担任球评，还有我林志武及全体辛苦的转播团队来为大家服务。球评午安，午安，大家好，就是我。对，那其实球评湘瑞教练刚刚也相当辛苦哦。早上转播之后，刚刚其实中午好像有带我们来应援的学生们体验一个体验赛的部分哦，就是让大家来知道这个盲人棒球到底有多么的不容易，跟在亲身参与其中的感受哦。是。那来看到这场季军战，要来看到先攻身穿红色球衣的新北猎豹盲棒队，第一棒洪绍豪，再来古国伟、陈杰敏、饶鹤凯、张月玲以及陈韵婷。至于一开始要进行守备的闪电盲棒队，整个守备阵容陈俊清、郭玉婷、林建章、陈喜凡、林玉良以及黄柏清。其实，在上午一开始的比赛也是这两队的交手哦。其实后半段也是打得稍微比较焦灼一些哦。新北猎豹在后续有稍微找到打击手感，但确实在跑垒部分可能比较欠缺经验。对，那刚才从后半段一开始好像有点打得到了嘛，哦，是。那会不会延续这个打击火力？哈，等一下我们就是从比赛我们再来观看一下。是，那新北猎豹盲棒队一开始的投手一样，跟上午第一场比赛一样，是由背号12号的尤正维来担当哦。在一开始跟打者之间的投球的默契上面，有在稍微去抓一下感觉，但比赛后半段其实几颗球都有办法让自己的队友打得比较扎实一些。就来看这场比赛能不能延续后面的投球手感。那比赛正式开始，新北猎豹盲棒队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是背号25号的洪绍豪。哦，这样看起来好像刚才休息了一下，投手好像有点冷掉了。是，整个位置跟 timing 目前来看是偏差稍微多了一些哦。球往下掉，是哇，这边稍微小心一下，这个挥棒落空，原地自转了一圈，有跌倒在地哦。已经伤好球了。是。好，再来看一下刚刚洪绍豪选手这个挥棒，挥空之后一个重心不稳哦，但也看得出来都是在全力挥击啊。哦，有摸到。哦，对，这球有擦到。所以是会形成还有再次打击的机会，可以看到在投手后面有一条圆弧线，这个白线就是40尺的有效距离线哦。打者在打击出去之后，球必须要至少要超过这条线，才能够是个有效的击球。对，那看起来应该有机会打出去吧？是。哇！结果投手自己自爆。对，这边投球是个提前落地的情况，所以现在是新北猎豹盲棒队，现在是1人出局。然后我们陈教练其实本身就是经验相当丰富的投手啦。对。面对这种情况，尤其可能你连续2场出赛，在体能上应该不管是心理或是身体状况，也需要去做出更大的调整跟调试。其实如果假设打得顺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现在就是怕
打不顺，好，那就会可能会有一些焦虑啦。是。那一旦焦虑产生的时候，表现往往就会可能会一翻两瞪眼。是。对，会越来越差。了解。好，现在打击轮到古国伟选手。前场比赛最后的反攻机会有成功抢下分数哦。现在看起来投手投的球都提前往下掉了。是。就是那个球还没到达那个打击者的位置的时候，就已经往下掉了。是。可能在力道上要再稍微抓得更精准一些，要再多一点力道。哦，这球打到了。那来看最后，对，比较可惜没有办法越过这个40尺线，稍微擦到球皮而已。是，这样是要再重新继续来打击。有时候就是 reset 比赛以后，投手有时候啦，会稍微迷航一下。那就来看背号12号的尤正维。身为这场比赛的投手，基本上会出了赛，就是像前面比赛教练有提到，通常阵中就会只有1名投手啦。对，这就是他必须要想办法去尽快调试哦。对，就是对，像到国外比赛啊，一天有时候要比3场。是。对，那比到第3场的时候，已经不是体力问题，而是意志力的问题了。是。但这球古国伟选手也是挥空。那就也是在遭到4振出局了。其实可以看得出啦，那个投球那个弧度啊，就是有一点太大了。是。其实你看到最高点，你认为是在打击者的刚好的位置，其实不是。到达本垒的时候，其实它已经都往下掉了，跟球棒可能已经差了好几颗球了。是。啊，这就是可能我们投手，我刚才讲一开始上一场讲有个空间感。空间感可能要去重新调试一下。是。对，确实感觉投出去的球都稍微更偏低一些哦。对，这时候可能捕手要跟投手讲说你的球不够。是。送的深度不看。来看陈哲明打的这一球，打得相当漂亮。这边来看有没有办法及时的碰触到垒柱。哇，第一时间没有碰到，不过守备方也没办法在第一时间完成守备。所以新北猎豹盲棒队靠着第3棒背号28号的陈杰敏，现在开赛就率先抢下分数，取得1-0的领先。这个找球花了太多时间了。对，虽然说在跑垒上第一时间的扑垒也没有碰到垒柱哦。因为我都讲，有时候那个风鸣器刚好盖在草，就是被草，就是应该是说往下啦，盖在草里面的话，有时候声音会闷住，有时候要判断会有一点失准。了解。所以这部分这个风鸣器设置在垒柱上的位置的哪个点，其实也是需要经过设计跟考量的。对，那是垒包的，我是说，我刚才讲是球，球的那一个风鸣器，它刚好就是压在草。哦，对。那就真的是只能说运气比较不好啊，刚好球落下来之后的点。是啊，是啊。对，再来看超过重播看一下这球的位置哦，其实打得相当漂亮啊，刚好一个落地，那确实手背在第一时间花了比较多功夫才能够确认球的位置哦。这个在防守方这边来讲，其实他第一个球点的掌握就没有掌握得很好。是。那我们这个盲人棒球的守备的规则是你接到之后必须要离身离地哦，对，必须要成功将球给举起来证明，并且还是要离地超过30公分啊，是的，才能够是一个成功的守备接杀。好，不过现在这位背号39号的饶赫凯之后也是挥空，那3人出局。不过新北猎豹在一开赛就率先抢下分数，现在取得1-0的领先。
欢迎回来，继续透过我们的线上直播来收看2025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的季军赛比赛，要来到一局下半，来看到进攻的闪电盲棒队的先发打序。99号林玉良，在4号的黄博清，21号的郭玉婷，111号的林建章，8号的陈喜凡，以及35号的陈俊清。至于现在 H 下半要守备的新北猎豹盲棒队，守备阵容有洪绍豪29号的张月玲，28号的陈杰敏，39号的饶鹤凯，66号的陈玉婷，以及0号的古国伟。在这么大热天下比赛真的很辛苦。对，真的不管是选手啊，甚至上面的裁判老师们以及工作人员，哇，真的都相当的辛苦哦。其实要举办这样子的赛事，非常的不容易哦。是，尤其像是出口杯视障组的比赛，其实会很需要蛮多的协助员，不管是整个赛会的志工也好，或者是各个球队上担任协助的朋友也好哦。是的，对于大家来说都相当的重要。对，其实盲棒这一块真的很需要志工帮忙。是。当然也有，就是也真的很庆幸有协会这样大力支持啦，是才能够把这个活动越办越大。对，尤其今年在视障组的比赛，包括在前面的多元族群组的比赛当中，其实今年赛会也相当用心哦，还有特别请到了学生的加油团来帮忙应援哦，让整个比赛的气氛更加的热络。那其实刚刚中午休息时间有看到教练带着几位学生来体验一下这个棒球的赛事哦。是。就是真的是让大家亲身感受到，真的要参与这样的运动相当的不容易。对。哇，又马上又 K 掉一个。是。这个比赛比较不容易，不想乐见的事情嘛。是。这样就整个比赛就比较没有张力感。哈哈哈哈。就希望两队的投手都能够尽快找到比赛的状况哦，来好好的展现跟打者之间的默契。想办法让队友能够有效的击球，当然打者自己也要想办法争气一些才行哦。是，不过这也就是盲棒最难的一环。是。好，有了，马上讲就马上有了。黄博清成功打向左半边，看来是完全没有问题了，成功抛到垒柱。闪电盲棒队在一局下半一人出局的情况之下，马上又抢回1分，现在比赛来到1-1的平手。背号4号的黄博清选手，在上一场比赛也是攻守两端都有相当出色的发挥。这场比赛第一次上场打击，就成功敲出安打得分哦。这一球打得不错。是。只是说防守方的移动稍微慢了一点。是。主要也是我们在前场比赛就都有看到，闪电盲棒队大部分的成员在击球之后，整个跑垒都是非常的准确。是。这真的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练习。是。刚才看那个投手啊，那个球整个都往地上跑。是。他可能手流汗了吧？对，毕竟现在这个天气哦，哇，还是偏低。还是偏低。对，看到打击的郭玉婷选手，真的打击形态都是属于从下往上捞哦，这是有跟上现在整个世界棒球的打击潮流啊。对，因为其实球重啊，你要下往上才会有力量拉，不然的话你那个球带不上来。是。那通常球在地上跑的话，出局的几率就会大很多。是。除非就是一棒，然后出去那个速度很快。是。那个拦不到才有机会得分。这边再稍微掌握下本垒板的位置，重新的来打击。但还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掌握到球的位置哦。投手可能自己要稍微再微调一下。对，刚刚可以看到捕手也跟打者再稍微做了一下沟通，可能也是在确认他们球想要的落点。很明显，一出手就已经在下方了，还是偏低。郭玉婷这球也挥空，那就形成2人出局。
有一点可惜啦。是我们的林是。建章。这边投手是主动向裁判表示要换球，那确实可能因为真的天气比较炎热的关系，球上面有比较多的汗水，会影响到整个投球的状况哦。现在基本上正中午在大太阳底下，虽然说今天比起来可能会希望是一个晴朗的天气啊，但现在的天气真的是有点太好了，我这体感温度绝对是来到将近40度啊，选手真的也是相当的辛苦。其实正确来讲，一般来讲换球通常不会是投手要求换球，都会是选手要求换球而已。了解。哦，感觉有稍微调高了一些，拉回来一点。打击是轮到背号111号的林建章选手。两人出局。这球还是挥空，但感觉球的高度已经有所修正了。刚刚可能主要是打者在击球的时机上要再做确认一下。哦，成功敲出去。啊，可惜那个对打球开命稍微慢了一点。打向右半边哦，但最后是一个界外。但其实打得相当强劲。对。就算有吃到整颗球了，是稍微比较可惜的一些，这个反方向的推打在时机上要再拿捏一下。哦，有擦到球，对，有擦到球就还有继续打击的机会。这个。盲人棒球是采4好1坏4正出局，是要在第4个好球完全挥空才算整个出局哦。只要有碰到球，那就是可以继续。继续。啊，这球还是投手啊，球太低了。对，那像这一球就是完全挥空，没有办法碰到球哦，所以也是一个出局的状况，3人出局。但这个半局球队有抢下分数，现在比赛第1局打完是形成1-1的平手。接下来看到我们猎豹队的攻击，第一棒上场的是张月。欢迎回来，继续透过我们的直播来欣赏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我们视障组的季军赛由新北猎豹盲棒队跟闪电盲棒队的交手。第1局打完，两边都有所斩获，各自拿下1分，现在1-1的平手。现在就看。对猎豹这边有没有办法再继续持续得分？是，那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可以透过我们中华民国身障棒垒球协会的脸书粉丝专页以及官方 YouTube 频道，还有我们动资 Sports 以及 Hop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都可以来收看我们的直播。这个挥在那个肩膀。是。2局上，现在新北猎豹盲棒队第1位上场打击的是背号29号的张月玲。就是以新北猎豹来说，蛮多女性球员哦都能够做到有效击球。在前场比赛也可以看到，这整个击球的感觉都相当不错。主要就是后续跑垒上面可能比较缺乏一些经验。对。投球的高度是有拉上来了，可是感觉又提前往下掉了。对。背号12号新北猎豹的投手尤正维。哦，这球打得不错，右半边落地来看守备方的时间。
我第一时间没有掌握住，那现在有没有碰到垒柱？没摸到。对，这边更可惜了，张月玲选手。跑垒虽然说方向算是比较笔直，整个冲刺也很果断，对，就是没摸到垒包，最后并没有办法碰触到。是，有点可惜啦。不对，他好像是不是算他得分了？2比1耶。要来，但刚刚这边再来透过重播来看一下哦，这球打出去是绝对没有问题啦，也超过了这个有效距离线。右半边方向，手背端确实时间上有出现一些问题，但最后，这个左手有没有去碰触到垒柱呢？我好像没有看到那个雷神有举旗。对，雷神当下并没有举旗哦。所以在当下确定有得分的话，雷神基本上是会把旗子给举起来的。对。另外在守备方这里，闪电盲棒队好像也有出现一些状况啊。他是可能去申诉啦，因为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啦。是。通常这是可以去申诉的，然后那主审就会召开一个野审内野会议。对，看到底情况是怎么样。了解。所以可能以守备方来看，是要去申诉他们守备成功的时间跟跑垒的时间的部分嘛。对。好，再来看一下这球守备哦。第一时间没有确实的找到球的位置，这边想要再碰也没碰到，这边稍微比较可惜的地方。但后续这边找到球有确实拿起来。所以有去申诉成功了哈。是。对，那打击者是出局的。是。那所以刚刚张月玲这球就比较可惜了。打得相当漂亮，但也没有办法帮助团队来拿下分数。所以现在比数还是1比1，一人出局。新北猎豹的进攻。其实这个是在去国外比赛都是很常见的事情，是，不用觉得说不好意思，该去申诉就去申诉，是，该怎么样去一个讨回自己的权益，这就是球队一个该去做的事情。是。猎豹这边打击要轮到背号66号陈玉婷，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张月玲选手这一球的重播。对，在接球之后的主要时机，确实张月玲她应该是先跑到垒柱的地方，但她应该是没有有效的碰触到，所以是并没有办法得分，一人出局，比数还是1比1。新北猎豹打着陈玉婷选手，其实前场比赛看得出来，这球是挥空。虽然说这个打行没办法将球打出去，但在前场比赛后续的2次打击其实都打得蛮漂亮的，但在跑垒上就可能要再加强一些，对，还要再训练一下。对。我们回到第1棒，是刚刚挥空之后2人出局，新北猎豹盲棒队要重新轮回到第1棒的选手。好，25号的洪韶豪的打击。洪韶豪好像都没有得分我印象中从数据看起来是。今天的比赛目前为止，不过前场比赛有几次的守备的表现还不错，都能够确实的把握住机会。打出去了。来看一下守备方，哇，这边应该是会是得分了，对，球整个落到后面了，所以洪韶豪选手成功超出安打得分，有奖有差，是，听到我的怨念，是加持，对，这球手背判断上面出了一点点问题啊。
最后也扑垒也确实的有触碰到垒柱。那新北猎豹盲棒队在2局上半又抢下分数，现在2比1的领先。刚才有看到，就是闪电队在防守的时候，他是往前冲的。是，其实在训练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到了后排的球，我就不建议说选手一定要是往前冲的一个状态，而是你要听清楚球在哪个方向，然后尽量保持它跟它有一个斜角的距离。是要抓斜角的距离。对，这样才比较有机会把球拦下来。了解。继续打球，轮到背号26号的古国伟选手。他就喊暂停。是。我再来看一下刚刚洪韶豪的这球打击哦，刚刚我们教练提到的手背方下去的动作，对，这边确实是提前一开始就在往前进哦。再来看到古国伟的打击，前一场比赛最后反攻的6局上半有成功帮球队敲回分数。是。这里再跟投手之间确认一下球进垒的位置。好，成功打击出去。现在看来相当有机会，手背方有没有机会冲过来？哇！应该是 safe， 对，应该是得分哦。古国伟的打击，这球也成功帮助新北猎豹队拿下分数，现在来到3比1的领先。不错，果然在后段那个开始有点升温。是，这里手背闪电队其实第一时间稍微犹豫了一下。对，我们背号35号的陈俊清选手，因为他觉得可能后面有人呐。所以是他就没有及时过去，结果其实后面的人都已经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所以他可能会一般来讲，可能毕竟如果经验比较丰富，也会习惯大概会知道正常来说队友会在哪个位置。对，因为通常前排只要过了他以后，通常不太会去抢球，是因为这样很容易跟后面叠在一起，对，很容易受伤。了解。对，刚他可能认为应该是要让后排的队友来处理哦，但当时其实后排是并没有人。对。他转到陈杰命，新北猎豹队现在来到3比1的领先。这个球还是提前在那个打者的位置都掉下来了。是。也可以看到打者在每次打击前，我们都从今天的比赛可以不断看到，都有在确认本垒板的位置哦。还是稍微可惜的一些，是把自己的选手 K 掉了。对，这里又是一次的挥空，4个好球，4振出局，也形成3人出局，结束新北猎豹2局上半的进攻，但这个半局攻下2分，现在他们取得了3比1的领先。欢迎回来，继续透过中华民国身障棒垒球协会的脸书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还有动资 Sports 以及 Hub Sports 的官方 YouTube 频道来看到今年蜀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视障组赛事的季军战。这场由新北猎豹盲棒队跟闪电盲棒队的交手，比赛要来到2局下半，闪电盲棒队的进攻。上个半局新北猎豹成功攻下2分哦，现在取得3比1的领先。对，其实从上一场的后半段就已经开始已经热开了。是。对，这个到延续到现在，算应该是有延续下来啦。是。反而变成闪电这边冷冷的。对。
尤其以前场比赛内容来看，感觉闪电队的经验跟技术其实都应该要更为纯熟一些哦。在前一场其实赛后的讲评的时候，教练也有谈到，感觉闪电队的分数正常发挥之下应该要更多一点才对。是，理论上应该如果投手有正常发挥的话，应该要分数要再多一点啊。是。这就是我讲，就是盲棒最难一个就是怎么样，就是大家都是维持在一定的表现度上。是。每个人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那当然就是赢球几率就大了。对，那闪电队2局下半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是背号8号的陈喜凡。哇，那这个投球我们3号的李玉仁投手，感觉偏差的有些多哦，有点像滑球了。对。可能真的确实天气比较炎热的关系哦，手上汗水也会影响比较大一点。那当然，这都是选手必须在场上要想办法去克服的地方。是的，这个都要靠选手自己去想办法克服。球数是2好球1坏球。还是偏低，而且感觉好像有点稍微太早脱手了。这个球投出去的那一瞬间，这有可能是他的那个手掌就是太下放了。是，对，这也是投手最难去控制的一环，因为手掌会影响到整个投球的这个品质啊。是，哇，那这球陈喜凡又是挥棒落空，那也形成1人出局。如果是在大家比较习惯的所谓的一般的棒球比赛，这样子的投手表现是相当精彩哦。不过在盲人棒球这里，可能就比较不好了。对打者对球队来说，不希望自己的投手会一直投出3振。对。盲人棒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投捕搭档其实就是自己队上的队友去担当哦，跟一般大家直觉性的去想棒球当中的投手任务其实不太一样。盲人棒球的投手是要想办法让打者比较好打击，对，也要想办法让自己的队友打出去。是。那这就是需要长时间的练习啊，不管是经验或是跟队友之间的默契培养。对，那顺带一提，就是美国的这一个击球率，就是投手投出去被自己选手打到的几率啊，是93%多。哇，是相当高的。对，不愧也是这个我们现在打的就是美式的盲人棒球，对，整个发源地的表现就是不一样哦。对，所以。就跟我们一般棒球来讲，美国就是大联盟实力最强劲的地方，其实盲人棒球也是哦。是，应该是说这几年吧，这几年他们也是一直努力，把自己的水准往上提了一个阶层。是。这球还是挥空哦。好球。闪电盲棒队的投手背号3号的李玉仁，然后再稍微调整抓一下节奏。打击的是背号35号的陈俊清。哇，这个上下飘蛮大的。对，而且这球挥感觉也太早挥了，又是一个挥空，那也形成了出局，2人出局。最难的就是怎么2个人去做好沟通。是的。其实，在每个打者之间，或甚至每一球的投手的空档，投手跟打者跟捕手其实都可以再去做沟通的。在打击员到背号99号的林玉良，就是有时候打不到球真的是煎熬啊。对，打击者也是的，对投手也是啦。是。哇，这球挥得很猛烈，但也是挥空。99号的林玉良选手，是一上场大家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打者们都有再去确认整个垒包的方向。对，一定要确认，不然的话那个。有时候啦，有时候是垒包，有时候自己不会 work， 你也不知道的时候，就是浪费自己一个机会。你好不容易打出去了，对，然后结果垒包没响。
现在球数上还是来到2个好球，没有坏球。对打者稍微不利的情况。这球成功扫进，但并没有办法打进场内，是个界外球。感觉挥棒有点被挤压到了，缩着手臂打，反方向打出了界外。也是这个投球也是有它的技巧跟它的这一个就是内容技巧在里面。是。如果你万一真的都让你选手打不到的时候，有时候往内角塞也是一个办法，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啦。因为在旋转的时候啊，挥棒旋转的时候，这个内角的位置啊是比较不会有变。但这球还是挥空，也形成3人出局。结束了闪电盲棒队在2局下半的进攻，现在前2局打完是新北猎豹保有2分的领先。欢迎您继续透过我们的线上直播来欣赏2025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今天是2025年8月24号，要来看到我们视障组赛程的季军战。这场由新北猎豹盲棒队跟闪电盲棒队的交手，比赛来到3局上半，要由目前保有3-1领先的新北猎豹来进攻。应该是轮到后段棒次了。是。投手的依然是背号12号的尤正伟哦。打击是要轮到背号39号的饶鹤凯选手。不过前一个半局新北猎豹也是大有斩获啊，一口气攻下2分。确实有延续到前场比赛后半段，整个投打之间找到默契跟应该要丢的位置哦。对，尤其几位看得出来经验比较丰富的选手们都能够有效打球。来看到饶鹤凯这一球也打超过40尺线，全力冲刺，有没有来得及去触碰垒柱？哇！但守备方还是快了一拍，而且感觉饶鹤凯在跑垒的时候，第一时间并不是笔直的朝着垒柱冲过去，稍微比较可惜了一些。如果他那个跑得很笔直哦，然后碰到垒包都好，而且他第一拍其实跑错方向了，还跑错方向，更可惜了一点。可以看到打击完一开始是往1垒冲刺，但其实刚刚是3垒方向的垒包的风鸣器在响。对，哇，那很可惜啊。对，相当可惜，没有办法抢下分数。但这球以打击面来讲，算是可圈可点。继续打击，要轮到新北猎豹的张月玲选手。其实就整个挥棒的姿势来看，张月玲也算是相当的扎实哦。对，可惜就是投手可能都没有办法投到他的位置。对，他的球都投在下方。是。哦，他一定要想办法拉到他的肩膀的位置。是。那我们张月玲选手也是新北猎豹队的老班底哦，有摸到球了，有摸到球了。是来自台东的朋友，那也确实在前面比赛也有提到，就是让我们的视障朋友们先来回到比赛场上，哇！但这球手背哇，很漂亮啊！终于第一次就把它接起来。对，第一拍我们111号的林建章选手第一时间就成功将球掌握，完成了这次的手背。再来看一下这球的表现，其实打得非常棒啊！对，反方向推出去很扎实，但林江选手哇，立刻掌握球的落点，将球高举，是成功的抓到出局数。
有时候这防守并没有什么诀窍，而是你第一拍你听到的声音，离你多远，你有掌握住了，然后把身体卧倒，你就接到球机就爆90%以上。是。再来打这轮到陈韵婷。哦，看来这一个猎豹的投手，他有修正一下他的投球的内容。对，他把他球比较送的比较笔直一点的。哇，这球也成功打到有哦，超过剪辑线没有问题，手背上你们有效掌握到。哇，最后还是郭慧婷选手来补位成功，将球给接了起来。哇，真的是三个和尚没水喝，差一点。对。但这球打得相当不错，不过也很可惜，没有办法来得分，也结束了3局上半新北猎豹的进攻，但现在他们还是保有3比1，2分的领先。比赛来到我们3局下半的进攻，闪电队。第一个打席是我们的 Rock， 刚刚接到球的郭玉婷。啊，不是啊，黄柏清啊。欢迎继续透过直播来收看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视障组的季军赛。比赛要来到3局下半，由闪电盲棒队来进攻。其实刚刚上个半局新北猎豹几次的打击都相当的可惜哦，都能够确实的有效击球，但在跑垒上面可能就真的是经验的欠缺哦。是那个闪电队看来是换投手了。是。所以看到闪电队是换上背号66号的投手骆继宗，是，也是以球员名单来看，阵中唯二捕手的另外一位哦。就来看能不能办法让队友更加确实的击球。那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是背号4号的黄柏清。哦，这球成功打中，有哇！这球一路要穿到后面，看来要得分是没有问题。对，然后换了投手，果然有奏效了。是。黄柏清选手在3局下半带领球队吹起了反攻的号角，现在没有人出局的情况之下，就是率先攻下1分。哇，打得非常漂亮哦！以守备来说，不管前排跟后排，其实第一时间都没能确实掌握球的位置。前场比赛，黄柏清选手表现也相当亮眼哦，也有得分跟几次守备都有成功的演出。再来打击要轮到背号21号的郭玉婷选手，上个半局最后成功冲出来补位的守备哦。哇，这球捞起来，打得很扎实，哇，完全欧巴啦，这个得分完全没有问题了。哇，真的换的投手不一样。是闪电盲棒队连续攻下2分，3局下半没有人出局的情况之下，以及将比数扳成了3比3的平手。是，看会不会继续连下去？对，来再来透过重播看郭玉婷这次的打击。哇，打得真的相当的漂亮啊！真的。在上午的比赛，我们教练就有不断提到郭玉婷其实真的是一位经验相当丰富的选手，也多次代表我们台湾出国比赛，也都有取得相当好的成绩哦。是的，刚刚算是展现出来他身为国手的能耐啊。这球确实打得非常的漂亮。继续打击轮到背号111号的林建章选手。球高了。要持续稳定的这样，如果投球稳定的话，理论上应该可以多拿几分啦。是。
闪电盲棒队在3局下半已经攻下2分，而且现在没有人出局，有机会再来追加分数。就是盲棒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它不用堆垒，是，就实打实的，就打出去，得分就是得分。对。打者只要碰到垒包就算得分哦，并没有所谓要站在垒上有垒肩的情况。对。好，这球最后应该是没有擦到，所以也是挥空啊，一人出局。可惜啊。对。没有连下去。闪电队这个半局是换上了背号66号的骆继宗来担任投手。一开始面对2位队友，感觉是投得相当有心得，都让队友击出漂亮的安打来得分。是的。这是轮到背号8号的陈喜凡选手，顺势开始前也再次的确认自己想要的投球位置。这球切到反方向，但是是提前出了界外。切到球的上缘，是，感觉是棒头去擦到。不过至少都已经有摸到球了啦。对。好，现在来看第2球。稍微掉下去。对，又是一个提前落地的情况，陈喜凡挥空。通常可以看到打者其实不管每一次打击之后都有在去做双手去触碰本垒板嘛，是不是有时候这也是一个已经变成因为他们不断练习下来，有点像是所谓的这种仪式感的动作之一。应该是说他要再次确认自己的位置是正确的。对，除了确认之外，就感觉好像大家都知道，其实运动员都会有这种，你要先做了一个必做的行程，才会比较安心的感觉。对。哇，还是对。还是又 K 掉了。是陈喜凡选手这次的打击稍微比较可惜一些，没有办法将球打出去。现在2人出局。现在轮到陈俊勋的打击。是。好，现在3比3平手，3局下半2人出局。这里应该是要再确认一下垒包发出的蜂鸣器声响哦。陈俊清选手的打击，来看一下投手的第1球，还是提前落地，对，还是提前落地，这球有点送不太够。对，捕手也在多加确认。一个好球，这球感觉应该是打者自己挥出去的时机跟位置不太对哦。其实就我们的角度来看，投手刚刚球有投的稍微比较高一些了，而且应该是正确的位置，可能打者自己稍微下沉了一点。是。有机会打进去，也超过了警戒线。来看手背的表现，这边接到再抓起来，来得及。成功的守备成功，2人出局。像刚刚新北猎豹的守备，就算是动作相当的标准。对，到达定点，然后躺下来准备接球。对。12点51分继续。现在是3人出局的吧？是吗？是。对，抱歉，更正，现在3人出局了，所以也攻守交换。不过新北闪电队这个半局换投之后收到效果，现在将比数追成了3比3的平手。
球员请上场。欢迎继续透过我们的直播服务来收看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视障组赛事的季军战。这场由新北猎豹盲棒队跟闪电盲棒队的交手，前3局打完，两边战成了3-3的平手哦。现在还有点刺激了哈。对，比赛状况稍比较焦灼啊。现在要接近中午下午的1点钟哦。现在气温来看到选手35度啊，体感温度绝对搞不好甚至飙破40度啊，两边的选手都相当的辛苦。这时候也是要大家，不管是选手、裁判、老师、工作人员哦，其实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水分的补充啊。也是考验意志力的时候。对，比赛要上半，哇，第一球打得非常的扎实，洪少豪选手，哇，漂亮的安打得分，打得不错。对，一球就给他出去了。新北猎豹队这个半局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洪少豪，这也是这场比赛个人第2次得分哦，前轮打击也是有得分哦。打得真的相当的漂亮啊！而且是在垒包附近。是。第2棒来到我们的，甚至让新北猎豹取得4-3的领先，而且还有追加分数的机会哦。打击要轮到在上一次前一轮上垒打击又成功拿下分数的古国伟。这2位感觉就是新北猎豹整个双箭头啊，负责抢分的重责大人都不需要仰赖他们。没有人出局，4局上半的比赛。看起来好像古国也有点累了哈。对，这个天气要出赛啊，老实说，我看了都替他们觉得累了，真的是相当不容易哦。哦，有，打到了哦，打出去，有没有过？有办法来过线啊？没有过，最后停住了。对，差一点点。对，可惜。到时候我选手都会想啊，一次过就好，不要再我打第2次。对，这样还要再跑一次啊。对啊。要不就让我出局，我就让我得分，不要让我跑一次。这对体力来说真的是一大考验啊！真的现在必须要完全靠意志力在拼哦。比赛来到后半段，选手们要顶着这么炎热的天气跟直接太阳的曝晒，真的非常不容易。对，真的是很累。但刚刚那球没有办法越过40尺的有效线，所以现在球数是1好1坏，古国伟要来继续打击。投球的还是背号10号的尤正为投手。好，哇，但这球挥空了3好球了。是，球数来到3好球1坏球。啊，可惜啊！结果又是挥空，所以古国伟选手这次的打击是被 K 掉了，形成1人出局。这就稍微比较可惜了一些哦，原本是有成功将球打出去，但没有越过。现在画面上也可以看得到，在投手后方这个半圆弧形的40尺的有效线，我们打者每次的击球必须越过那条线的距离，才能算是有效的击球。现在4局上半1人出局，对，打击轮到新北猎豹28号的陈杰敏。哦，看来投手好像针对不同的选手，他会有不同的投球的方式。是。好球。
就其实，在比赛中跟前面比赛，教练也有不断提到，这真的就是投手跟队友、打者之间要有一定的默契存在了，必须要去能够明白并且记住队友喜欢的打击位置。对，可能真的也要看他们挥棒挥很多次哦。又 K 掉了。对，但这球刚刚感觉会是打者想要的地方，但击球的时机并没有抓好，稍微差了一点点。所以陈杰明选手也是被4振出局哦。那现在4局上半，新北猎豹的进攻2人出局了，可惜，有点可惜。对。因为又轮到了后段棒次。对，他是轮到背号39号的饶赫凯。一球。正式打击前还是先稍微确认一下。哦，其实真的每次这种前面的确认，投手都投得很准。对。哦，成功打击出去，哦，过了，过线，哇，刚刚好过了哦线，在前面，但手背方，哇，这里手背的动作相当的及时，是闪电队背号35号的陈俊清，把它就捡起来了，对，成功接杀，那也结束了新北猎豹在4局上半的进攻。再来看一下这球的重播，我刚刚好就略过了这个有效线，但陈俊清的处理也很及时啊。是的。所以饶赫凯选手这个稍微比较可惜的一些还是出局，但新北猎豹在这个半局还是有攻下分数，现在取得4比3的领先。比赛进行到4局的下半，现在换到我们闪电的林玉良上场。欢迎回来，继续透过我们的直播来收看2025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视障组的季军赛。比赛进行要来到4局下半。在刚刚4局上半，新北猎豹成功攻下分数，现在来到4比3的领先。然后4局下半，闪电盲棒队的进攻来看，他们在前一轮换了投手之后，其实感觉收到蛮好的效果。背号66号的骆继宗投手，能不能延续刚刚3局下半换投之后，整个打者跟投打之间有找到更好感觉的打击状况？开头的地方是林玉良，是背号99号的林玉良选手。感觉是经验比较丰富的选手。算有，就是应该是说打击应该还有一点实力啦。是，对。现在就看能不能发挥出来哦。但现在骆继宗投手目前这个半局开局的前2球也都稍微提前落地哦，比较偏低。有。打向中间方向，打得很扎实，哇！手背端是完全来不及了。最后也成功的碰到垒包，林玉良选手在4局下半马上又帮助闪电队将分数追平。是的。这球也打得不错哈，在沿着中线一直跑。对，中间方向的穿越安打。
对，但刚刚其实林玉良选手碰到垒柱，在要回去休息区经过主播台的时候，他刚好喊到，他觉得自己跑太慢了。对，那是因为那可能我觉得啦，那防守方也没有认真追啦。如果认真追的话，理论上也是可以把他抓出局的。所以感觉林玉良选手对于自己的跑垒没有到太满意啊，但至少还是有成功将分数抢下来。但跑垒的部分，他可能自己也明白，就是之后自己要再加强的地方。哦，现在换到代打，是，就应该换了球员哦，郑传义。对，还有88号的郑传义，也是新人呐。哦，是，对。挥棒右空。应该是第一次啦，第一次上大场面是这种大型比赛。哦，那就来看新人初登板亮相的表现如何哦。挥棒是蛮有力的，感觉打击动作是蛮有架势的哦。不过现在击球 timing 可能要再稍微抓得准确一些，现在球速上对打者是不利的。哦，成功打到，但是擦棒出了界外。然后88号的郑传义选手，他这样子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代打掉原本4号的黄博清哦。是，应该是在前面守备的时候就有轮替了。现在来延续上场打击。哦，这球成功打中啊，还直接歪，应该是擦到球的下缘，对，超出去之后又转出了界外，没有吃，可能没有吃到整颗球了，大概只有吃到半颗而已。是，打击的架势确实看起来相当的不错，目前前2次也有确实碰到球了。是。再来看一下整个击球的时机能不能掌握的更加理想一些。哦，有成功打出去了，场内哇，但过了错方向，目前来看手背有没有机会来碰到？哦 ，safe， 应该是 safe。对，哇，马上立即得分。然后88号的郑传义选手哦，替补上阵，现在打击收到效果。再来看一下这球的重播。打出去之后，哇，其实这个手背跑过头了。对，后面补又太慢。对，补位的时间第一拍的时候不够靠前哦，所以是让背号88号的郑传义选手成功拿下分数。闪电队现在4局下半又把领先给要了回去，来到5-4，而且现在还是没有人出局。打击轮到背号21号的郭玉婷哦，前一次打击打得相当漂亮，非常扎实的安打得分。我看有没有办法再延续刚才漂亮的打击。刚刚挥空之后，也在跟队友确认一下刚刚挥棒的轨迹的位置。哇，这2颗球都投的幅度太大了。对。郭玉婷的打击，我觉得打击动作真的是蛮漂亮的，是，还有抬腿哦，对，他蛮标准的啦，是。但目前是陷入了3个好球的状况哦，3次都是挥空，感觉这一次投手洛季中并没有办法准确的投到打者想要的地方。结果连回了4次的空棒，这样也是出局了，吞下了4振，有一点可惜啊。对，再来看一下这个挥棒，球都提早掉了，偏差的比较多了一些。有时候就是投手有时候啦，通常到第4颗啊，是会有一个心理效应，我要投到那个位置，我要投到位置，那个出手的力量都会放。大概可能会放掉几成所以导致那个球都会提早掉下去。对，你越想投好，就会越投不好，对，所以这种状况。对。
就是不管哪种运动赛事，有时候这个心理状态对你整个表现的影响就是这么的奇妙啊，必须这么说。真的。我来看这一球界外拉的太多了一些，挥出去感觉相当的不错，但最后是形成左半边方向的界外球。其实投球这种东西，我们只能说到最后是平常心。是，对你也不能有太大的叫做情绪起伏。是，一切都是平常心。然后练到最后面打不到就打不到啊，就这样吧。对。对。当然，真的要完美的执行好这一点，真的也是有相当的难度。对啊，相信我们教练真的本身也是投手出身哦，对于这方面一定特别有深刻的感受啊。好球！左边方向，又可惜了。对，还是感觉稍微早了一些些。背号111号的林建章选手，这时候又拉出了界外。像这个时候啊，如果很明确知道自己的选手打击快的时候，如果投手有能耐的话，就是要把自己的球稍微加速。对，就确实应该是要投手来配合打者现在的状态来去调整你的投球内容。对，不过这是很高阶的事情。对，当然这个理论上是这样没错，但要真的做到真的很难啊。所以现在打者又是挥空，尤其棒球，尤其打击，本来就是一个失败率很高的运动。是啊，这球有，对，也在界内落警戒线，手背感觉有机会先掌握好位置。OK， 对，应该是出局了。对，这边手背新北猎豹背号25号的洪绍豪选手，刚刚这次的手背就很到位哦。是。接下来上场是我们的8号陈启凡，所以成功的接杀，现在形成了2人出局。其实有时候啊，越短的球，反而有时候处理起来他们会越差球。是。球员退场，不要从场。社区下半，闪电队的进攻2人出局，大小轮到背号8号的陈启凡，还是有机会再来追加分数。这个半局已经成功，又把领先给要了回去。1分可能不太够。是，以这场比赛目前为止2队的打击状况、得分的效率感觉都还算 OK 哦。对。2人出局，闪电队的进攻，哇，这球陈启凡挥得很大力，但很可惜是挥空。对，这样看起来他的挥棒轨迹有一点，好像是平的。对，它并不是像我们那种下往上拉的那种感觉，所以一定要投到完全的那个点，是你才有办法打得到。确实哦，看得出来比较平的挥棒，所以刚刚又是一次挥空。又被 K 掉了。对，那这次 K 掉了之后，闪电棒棒队也3人出局，结束了4局下半的进攻，但这个半局也有分数进账，现在他们又以5-4将领先给要了回去。好，欢迎回来，继续收看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视障组赛事的季军战。新北猎豹跟闪电队的交手，前4局打完，两边有来有往啊，互相分数的纠缠。目前闪电队5-4，暂时以1分领先。现在比赛来到5局上半，要由新北猎豹盲棒队来进行进攻。
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是我们的女性的选手张月玲。好，补题下半。是看有没有办法拿到分数哈，再把分数扳平这样。张月玲。就是以视障棒球来说，在前面比赛教练也有提到，确实不管男性跟女性都是能够混合一起参加的、哦，是，就是让更多人能够参与这项运动的机会。其实在美国有很多女性打得比男性好哎。是。哦，有机会哦，有机会哦。这球有擦到，第一时间这个击球的时机是好的，但位置刚刚是稍微差了一点点。就是以新北猎豹队阵中这几位女性选手，包括了张月玲，还有陈韵婷哦，另外还有黄雅玲。哦啊哇，打到投手，打到了投手，可惜了。对，还是很卖力跑，这是一定要跑的。对。这个球打到我们的投手哈，强袭球投手，看一下投手有没有事情。投手方向的强袭球哦。哇，看来投手没事了。对，但以对打者来说就很可惜了。是，可惜的一球。对，打得非常的强劲，哇，这个要闪来不及了，啊、这个打得太非常的强劲啊。对。那以按照规则来讲，在前面的比赛有讲到。这一球就不算，对，这球都不算。裁判认定就是因为闪避不及，这球不算哦，要持续来打击。但如果裁判认定这个投手是有刻意去碰到球的状况，那就会形成妨碍手背出局的。然后张月玲选手刚刚调节了一下呼吸，对，来缓一下自己的节奏啊。但至少刚刚那球打的是真的很扎实哦，真的。希望能够延续这样的手感。是的，可能也要考验投手尤正维闪躲的速度哦。但刚刚那球真的太快了，对，完全来不及，没办法闪啊！看到这距离真的很近。对啊，这完全要考验投手反应力，真的是来不及哦。对，有的投手被这种球打到啊，会怕。是，投手真的也很难当啊。对。这球是有擦到张月玲的打击，哎呦，哦，这球又成功打出去，有没有机会？手背方，好，哇！结果最后手背的郭玉婷是跳了出来，还是成功的接杀，又没得分了，对，张月玲，但这次的打击至少都有成功将球给击出去哦，还击出去2次，其实都打得相当不错。但这球没办法，这球只能说是手背的表现更加的精彩啊。跑垒上其实也很果断，冲刺的速度其实也还 OK， 拼了命的跑。对，但这球真的是手背的动作更快，所以形成1人出局。那打击要轮到陈韵婷。其实前几次来看，他的打击的手感也都相当不错，但真的是跑垒方面要再稍微加强一点了。而 timing 就是击球的 timing 可能要再稳定一点。是。还有明显偏快。对，以这一次的打击来说，感觉稍微急了一点。对，因为如果选手有时候到后半段。如果没体力的话，他可能在击球 timing 会乱掉。是。哇，很明显太早就出棒了。对。这时候其实更要想办法来沉住气哦。对，就是要跟投手要跟打击讲慢。是。哦呦，成功打到哦！来看一下有没有办法越过啊？没过。对，并没有办法越过这个有效的线哦。可惜了。对，但至少刚刚这球有成功调整，是成功的打击到球。但现在比较可惜，并没办法越过有效区。好，来继续他的打击。2号66号的陈韵婷选手。有时候运动啊，就是你一定要打得到球，或者有一点成就感，
是才会想要继续啦。对，这次也是蛮重要。啊，可惜了。对，最后这球是挥空，至少都是摸得到球的。也被4阵出局。那新北猎豹5局上半的进攻，现在2人出局了。2位女性选手的打击都稍微比较可惜了一些哦。是，有没有轮到回到洪韶豪了哈？对，有没有机会扳平分数？在前个半局上场打击又成功抢分哦，手背端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现在球队陷入1分的落后，来看到新北猎豹背号25号的洪韶豪能不能再度的挺身而出。对，刚刚风鸣器好像出了一点点状况哦，然后再调整一下。这球有点太早挥了。背号25号的洪韶豪选手，这球打出去，来看一下过了警戒线，手背的地方无法确实掌握，地下面找球，早了一步。洪韶豪在这边又帮新北猎豹将分数扳平了。哇，这很刺激的一球啊，相当的惊险。可惜了。对，再来看一下，从这2个角度来看，打击出去之后立刻往垒包方向冲刺啊！那闪电队背号111号的林建章选手，其实身体已经完全在球的上方了，但手第一时间没有抓到球的位置啊，就慢了这一拍。对，就差那么一拍。最后是让洪韶豪成功抢下了分数，现在新北猎豹就这样比数战成了5-5的平手。是的。现在打击是轮到，这样应该是有代打哦。有没有在洪韶豪后面应该是古国伟选手？不过现在是由背号421号的黄雅玲选手来打击。2人出局。这球成功碰到，而且又过有效区哦，持续的冲刺。来看手背端，目前还没有找到球。黄雅玲选手能不能办法及时碰到垒柱？哇，成功得分！新北猎豹在5局上半又把领先给要了回去。这个靠的是代打上阵的黄雅玲哦。在前一场比赛又有出赛，但打击上面都没有办法有效击球，结果现在关键时刻他跳了出来。是。这球对手背方，也就是111号的林建章选手，找的时间花的比较久了一些。对，就我刚才讲，就是可能一个声音被草盖住。对。黄雅玲的关键一击，帮新北猎豹又成功领先了，现在6-5。打击轮到背号28号的陈洁敏选手，来看能不能延续攻势哦。哇，刚刚这球攻防2端都很精彩，很刺激啊。这样看起来比较有张力感。是。陈洁敏的打击，3好球了。是。也是稍微再让投手抓一下投球的位置。也成功打击出去。哇，有机会得分喽！手背方第一时间判断方向是错误的，来看跑太慢了。对。最后还是让闪电队将这球给收了起来，3人出局。是我这一局。不过新北猎豹再来看一下这球重播，其实打得很漂亮啊，但确实就像教练刚刚提到的，在跑垒速度上可能要再加强哦。对，看手背端这边，等于是第2、第3拍再去处理到都还来得及。那也结束了5局上半新北猎豹进攻，但他们现在又将领先给要了回去，比数来到6-5，1分的领先。是。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视障组的季军赛。这场由新北猎豹跟闪电的交手，竞争非常的激烈哦，两边不断的互换领先。现在5局下半要轮到闪电队的进攻。刚刚新北猎豹在5局上半又是一口气攻下2分哦，哇，这两边真的是有来有往，你一拳我一拳呢，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哦，现在就看闪电有没有办法持续的一直得分，是给新北猎豹一点压力。在5局下半，闪电队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是背号35号的陈俊清选手。对，确实，如果5局下半又能够让闪电将领先要回去，那压力就会全部落在新北猎豹身上。哦，第一球就出去了，第一球就成功打到，但这边哇，马上就碰到了守备员，哇，刚刚好，成功接杀，哇，他得了第一分，也接到了第一球，对，背号421号的黄雅玲选手，是，不错不错，换上来之后，攻守两端都有表现啊，是的，这球刚好就朝他过来哦，他也确实的有判断到球往自己过来的位置，在第一时间就蹲下去把球给掌握住了，一人出局。他应该很开心，表现非常精彩啊！上场打击的是我们的季和成。现在就来看闪电队这个半局第2位打者的表现，现在一人出局哦。打局轮到背号51号的季和成。这球回得很猛啊！对，可是球在下方，是差蛮多的。哇，两球都挥空哦，落点的位置都在下方。是，球队1分的落后，季和成的打击。哦，差一点，球要再往后送一点。是，伤好球了。连续3球的挥空，投球的这边依然是闪电队的后续换到的第2任投手骆继宗哦，这球成功打出去。OK， 右边方向得分了，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了，完全落到了后方。哇，这个扑上垒柱的动作，哇，相当的强势积极哦。方向过去哈，没有人去处理它。现在靠着季和成的安打，闪电队现在5局下半成功将分数扳平了。拼了！对，这球扫出去，右半边完全就是打向了新北猎豹守备的空档啊！哇，这个扑垒还是奋力的扑向垒柱哦。在前一次扑垒的时候，脚步的状况感觉当下有点影响到，但目前来看应该是完全没有大碍。好，来看传艺可不可以当英雄？是背后88号的郑传艺，上一次打击也是有成功得分哦。教练提到，这应该算是他第1次在这种大型赛事登场哦。好像有摸到呢。对，应该刚刚这球是有擦到的，那可能就要再调整一下击球的位置。有出去，然后最后打出去左边方向，界外，对，可惜，最后是形成了左半边的界外球。这样要再记一个好球数。5局下半，闪电队的进攻一人出局，打击的是背号88号的郑传艺。这边现在让头部之间确认一下想要的投球位置。这球又是挥空哦，现在3个好球了。这边捕手再稍微提醒一下。
来看，哇，最后又是个 K4阵出局，让闪电队5局下半现在2人出局。哦，那轮到应该是郭玉婷吧？是吗？对，应该会是对，就是郭玉婷，背号21号的郭玉婷选手。哦，看有没有办法超越。身为阵中相当有经验哦，也多次代表我们台湾出国比赛的好手，现在能不能在这个平手的僵局的状态下跳出来？是，球有点低，要调整一下。5局下半，2人出局，闪电队的进攻。第一球积极出棒啊！还是感觉投手投出的球位置稍微低了一点。是的。来看一下郭玉婷的打击也能不能及时做出调整。有。这球打中，来看方向。界外。左半边，但是是出了界外。三垒边线出界。也是稍微可惜了一些哦。感觉他如果能够碰到，都能够有效的将球距离都算蛮远。对，真的拉打的感觉相当的不错。我刚刚形成了界外球，鼓手也在持续的跟郭玉婷来做沟通跟提醒。现在来确认本垒板的位置。2个好球，插棒，哇，这球插棒，现在变3好球了。2人出局，郭玉婷的打击。哇！最后又是挥空吞下了4振，所以也变成3人出局。不过闪电队在5局下半又分数进账，现在将比赛扳成了6比6的平手。等等来看6局上半，新北猎豹有没有办法将领先再要回去？比赛进行到我们6局上半，打得难分难舍，6比6。1整集了啊！好，猎豹第一个上场的是饶鹤凯。都要打了，在半场了啦。欢迎回来，这场新北猎豹跟闪电队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视障组的季军赛，哇，两边真的不断的交手非常的激烈啊，分数不断的纠缠，现在就是战成了6比6的平手。是，比赛轮到6局上半，新北猎豹进攻，来看谁能跳出来，再来为球队抢下分数哦。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是背号39号的饶鹤凯。感觉这几球都稍微太早了一点哦。有机会。对。投手背号12号的尤仲伟，刚刚这两球投的位置是不错的。对。好，3好球喽。是。考验选手跟投手的稳定性的。关键时刻，好，这边先再确认一下。饶鹤凯的打击。哇，太早挥了，又是个挥空，被4振出局。现在新北猎豹6局上半的进攻，1人出局。对，问下一棒。好，那我们的张月玲
对，在前一次打击其实都打得很强劲哦，但运气真的稍微差了一些啊。第一球是直接打到了投手，所以不算。然后后面是直接刚好去找到了守备方的位置哦。但如果能够延续刚刚的打击手感的话，其实是相当有机会来抢分的。好，29号绑一下张月鞋带，对，缓松一下紧张的气氛。是。好，做好万全准备哦。在上一次打击有看到他在打击区有做一个在调节呼吸的方式哈。张月玲的打击，这场比赛关键新北猎豹第6分哦，也是另外一位女性球员黄雅玲打下来的哦。投球位置要再稍微拉高一点。是。有，相当有机会，只有打出去。来看一下守备员有没有办法来及时找到球的位置。有没有？再继续往前啦，最后守备还是快了一点。是，还是没机会，相当可惜，并没有办法得分啊。不过这个半局跟前一次上来打击，其实打出去球都是相当的强劲，打得非常的不错。跑垒稍微慢了一点。对。跑垒速度可能就是后续要想办法加强的课题。对，他再减个10公斤应该就可以了。是，那可能就是选手自己要再多加的努力咯。打击轮到背号66号的陈韵婷。前次打击其实感觉连续4次挥空都稍微太急了一些哦。不管以他至少前一场比赛的打击内容来说，都是还不错的，也是跑垒上面比较可惜的一些的。刚讲完一球全部打出去，有办法来过有效区啊，差一点没过，就差那么一颗球，最后并没有办法越过这40英尺的有效区哦，还不错哎哦，第一球就打出去了。这对新北猎豹来说，这个打击期待值是够的哦，还有希望哦，看能不能在这个半局来追加分数，会不会闪电队带来更大的压力？6比6，两人出局。陈韵婷的打击，第一时间打到这球过去了，哇！但直接找到了守备员，所以是陈俊清将他给接杀出局。结束这形成3人出局，结束新北猎豹6局上半的进攻。对，下半局谁要跳出来当英雄呢？透过重播看一下陈韵婷这一球啊。陈俊清这球的守备就相当到位了，第一拍就扑对方向，也成功的挡下来哦。那等就来看6局下半，闪电队的进攻有没有办法有人跳出来终结比赛？继续来收看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的季军战，这场由新北猎豹跟闪电的交手。比赛来到6局下半，现在两边是6比6平手。不过闪电队非常有机会，现在随一位打者就可以挺身而出来一棒来结束比赛哦。对，看现在是谁来当英雄了？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是背号111号的林建章。这边看到新北猎豹的观测员不断的在指挥场上守备的位置哦，对他们以他们来说，真的是想办法这个半局一定要死守啊！是。6局下半，闪电队的进攻。现在上场的是林建章。
这里感觉是主审要再确认一下现在场上的站位跟风鸣器的运作。好，确认过后没有问题，林舰长也在check一下自己在本垒板的位置。好，第一球。有没有办法现在一棒来结束比赛呢？哇，第一球挥得相当的大力，但挥棒的 timing 可能要再掌控一下。哇，还是挥空。良好球。是投球的还是闪电的第二任投手，背号66号的骆继宗。其实换上来之后，都有几次让打者打得相当的不错。以闪电队来说，这个换投是有收到效果的。不过现在林镇长已经3好球了。啊，贴掉了，还是挥空，4振出局。闪电队6局下半的进攻，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林舰长没有办法敲穿打得分，现在1人出局。英雄换下一个人了。对，继续应该是会轮到背号35号的陈俊清的打击了。抱歉，是8号的陈喜凡。是，看有没有机会当英雄了。是，前面打不好没关系，对，最后一颗打好就好了。这场比赛目前为止还没有敲出安打得分哦。但关键时刻，这时候神来一棒就是价值连城。是的，前面打不好都没关系。先来第一球确认下球的落点。哦，神情相当的专注哦。哇，第一球就积极出棒，但可惜是挥空。球稍微在下面一点。第二球挥棒时机感觉早了一些，那个球可能还要再往上拉高一点。是。2个好球。啊，3个好球。对。挥棒还是晚了一点哦，这球。我应该是挥棒应该是早了一点，抱歉。陈喜凡的打击，3个好球了。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有效的击中哦，也吞下了 K， 所以现在闪电队6局下半2人出局了。上场是我们的陈喜凡这次打击也是比较可惜了一点。是的，感觉得出来他非常的想要来帮助球队来赢下比赛哦，展现出他的求胜的企图心。但很可惜，最后没有办法将球给打出去。继续轮到35号的陈俊清。看他有没有办法当英雄哦。最后1个人次了，我记得好像是没有延长吧？对，是用算积分的方式哦。1好球。是，主要是看6局之后，如果平手没有比赛时间没有超过2小时，那就是可以打第7局。但如果这个半局没有分出胜负的话，应该就会是以和局来计算了。2好球。哦，好紧张哦。是。紧张！闪电队的进攻6局下半2人出局，最后1个人反攻的机会。哇，现在3好球，只剩下1球的机会了。还是挥空，变成了4振出局。这个半局也是这场比赛的最后1个出局数。对，现在我不晓得他那个季军赛有没有延长。对，因为以规则来看，只有
标注是冠亚军赛。哦，有，他有打出第7局了，对。时间还够哦。所以现在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继续回到这场季军赛。在2个小时时间内。要拼个高低啦！好 ，OK， 谢谢。好，接下来看到我们第10届出口杯整个视障组的季军赛。那根据规则，在6局结束之后平手，但比赛时间没有超过2小时的话，就要可以来进行第7局的较量哦。如果第7局打完还是没有分出胜负，那就会是和局来计算哦。所以现在比赛来到7局上半，要由新北猎豹盲棒队来进攻。这场新北猎豹跟闪电队季军赛交手，一路厮杀到了延长赛哦。7局上，新北猎豹这边相当有希望，因为第一位要上场打劫的是这场比赛已经多次打下分数，背后25号的洪少好哦。是这个打好打满。对，这场比赛在前面至少2次都有成功为球队来打下分数，就要看现在关键的延长赛第7局的7局上半，洪少豪的打击。投球的一样是背号12号的尤正维。来看两人的默契在这个关键时刻能不能发挥出来哦。第一球就猛力挥棒，是回空，一好球。6比6。哦，还是挥空，感觉现在尤正伟的投球的力道可能稍微轻了一些哦，至少就这2球来看的话，又是稍微偏差多了一些，还是挥空3好球了。这边先暂停，让投手来确认下投球的位置。洪少豪的打击，波折打击出去右边方向，哇，直接过山洞，这下要得分了。哇，洪少豪得分，这时候又成功跳了出来，帮助新北猎豹7局上半一开赛就成功抢下分数，现在又取得7比6的领先。真的很紧张哎。哇，场边队友非常的兴奋啊！哇，这场比赛表现相当的出色，新北猎豹背号25号的洪少豪这球打击出去，啊，手背这下子因为第一时间也没有办法躺下来阻挡哦。这个还蛮强的啦。对，打得相当的强劲。哦，那个 change ball 的声音可能有点小声了。是。哇，这洪少豪相当不简单，刚刚是在连挥了3个空棒，3好球，绝对的劣势情况之下，硬是敲出一支价值连城的关键安打，抢下了宝贵的超前分。而且现在切去上半，新北猎豹还是没人出局。哇，这个团队都很兴奋哦！刚刚敲出这是安打得分之后，果果也要上来了。是。在刚刚原本下场休息的古国伟，这时候继续回到比赛当中。不过前面原本代替他打击的421的黄雅玲，其实表现相当的重要哦。他守住了1分，打击马下分数，哇，这球一打又出去，是有过有效区的。来看落点，守备员，哇，现在成功接了起来。可惜，差了1步。
最后还是让闪电队背号35号的陈俊清成功的接杀。这边跑了之后，古国伟有一点累了。对，要关心一下古国伟的身体状况。目前人还没有办法起身，真的是相当的拼啊！这里调整一下，对，应该是没有大碍哦。我看起来好像有点脚不舒服。是。接下来上场是我们的再来看一下这球打击的状况。打其实也相当的漂亮，但刚刚好是在守备员比较多的位置。这里陈俊清的处理也是很到位了。第一拍先躺下来阻挡球，可能往后的续路之后再去找球的位置。是。现在一人出局，7局上半，新北猎豹的进攻。轮到陈杰明了。是。一好球，好球。背号28号的陈杰明，好球，2次的挥空，好球。目前为止打击上还没有表现哦。听一球。这里再让他去打者判断一下投手球的进垒。但还是挥空。那我们下一棒。对，已经应该是4次好球了。对，已经4好球了，所以又是出局。现在2人出局。现在打击要轮到背号39号的饶鹤凯。至少对新北猎豹来说，7局上半是有先攻下1分哦。是的，压力都回到闪电队了。继续轮到饶鹤凯的打击，如果这时候能够跳出来再为球队追加分数的话，2分差就会更加巨大了。但这个挥棒的时机是差的有些多哦，挥棒的太早了。哇，还是有点早。对，还是太早挥了。这个timing差不多了，对，球在下面，球挥棒的位置跟球的偏差有些多，现在变成3好球。投手要想办法配合他的一下，哦，这球成功打到，来看有没有过，对，最后是形成了界外。但刚讲完，其实这球投手就背号10号的尤正伟就有调整一下球最后的位置，有比较高一些哦。可惜没有吃到整颗。对。饶鹤凯现在还有打击的机会，哇！但这球还是挥空，形成3人出局，结束新北猎豹7局上半的进攻。但这个半局他们靠着背号25号的洪韶豪敲出了关键安打，现在取得了7比61分的领先。目前的比数是7比6。闪电队现在上场的是我们的季和成51号。好，这场第10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视障组的季军赛，新北猎豹跟闪电的交手一路打到了延长赛第7局哦。7局上半，新北猎豹靠着洪韶豪的关键1击攻下宝贵的超前分，现在7比61分的领先，压力要全部落在了闪电队身上。7局下半最后的反攻机会，第一位要上场打击的
是背号51号的季和成。是，刚刚还都有得分。是。今天打击都有成功来为团队打下分数哦。现在闪电队相当需要他能够延续这场比赛良好的打击手感。投球的依旧是背号66号的骆继宗。啊，瞄准第一球，挥得很猛，但是挥空了。形成1号球。哇，这球打出去！哎，inside 哦，inside 哦。对，是在界内哦。来看手边有没有机会。啊，界外。对，最后是判是界外。界外，因为他在1垒前滚出去了。对。可惜。哦，这边手边的新北猎豹刚刚这边饶赫凯也是很拼哦。对。再来看一下这球打出去之后，哇，其实打得非常的扎实。对。对，确实这时候对是先出界了，先出界了。但手背的饶赫凯还是持续的完成他的手背动作。对，就是他剪得很漂亮。对。但你刚刚的时机，季和成的跑垒应该如果真的是界内的话，会是很接近。对，有机会可以把它接出局。对。不过说是界外哦。可惜没有看到这个 nice play。对，季和成要持续他的打击。不管是对打击方还是守备方来说，这球都稍微比较可惜了一些。我要喘一下。是，毕竟刚刚季和成也是全力的冲刺上垒哦。啊，这球是挥空。7局下半，1分落后的闪电队，来看季和成这个半局低位上场打击的季和成能不能有效来帮助球队抢分呢？对哦，还好他自己放掉。对，看来这个球是在下方，是判断相当的精确。球数新选3号一换。啊！结果季和成这个时候挥棒落空，被投手给 K 出局。闪电队现在1人出局，是哇，非常可惜哦。前面的打击其实打得相当的扎实，但是是个界外球，结果最后是出局收场。那现在闪电队就剩下2个出局数的反攻机会了。打击要轮到88号的郑传义，在先前也有成功为团队打下分数。有时候就是这样啦，那个好球通有时候就只有1、2个而已，如果没有掌握好的话，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对。但至少对闪电队来说，这个半局上来，至少会上来的3位打者都是前面成功有敲出安打得分的，对团队来说，这个期望值是高的。是的。不过郑传义第1球也是挥空哦，这个投手刚刚骆继宗的投球偏差的有点多啊，提前挖地瓜了。哇，还是偏低，郑传义还是挥空。可能骆继宗要稍微调整一下自己投球的位置哦。很明显，连续这2球都是低蛮多的。对，这边稍微让打者确认一下，但就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还是偏低哦。对。那就看郑传义能不能适时的调整。还是挥空。现在变3号球了，稍微快了一点。对。不然其实刚才应该有机会打到。是。哇！结果还是挥空，现在4个好球，4振出局。背号88号郑传义现在关键时刻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建功哦。那现在闪电队7局下半最后的反攻机会。
闪电老将背号20号的郭玉婷哦，阵中可以算是经验相当丰富，球技相当出色，这场表现也非常好的选手了。关键时刻能不能跳出来哦？戏剧下半1分落后的闪电队，最后的进攻机会，2人出局。拼一球。一开始，先来确认一下投球的位置哦。打出去了，球打出去，来看有没有守备的机会啊？没有了，得分了，现在要将分数追平了。21号的郭玉婷，关键时刻为闪电队跳了出来。结束下半2人出局之后，敲出了关键安打，现在将比数追成7-7的平手。是，看下一棒可不可以当英雄？是。不过这一球说真的啦，洪沙豪有点绕高，因为他跌倒了。对，有点可惜。其实是有守备机会的，而且有洪绍豪在这场比赛先前的守备表现来看的话，可惜了一点。对。但最后没有办法守成啊，变成闪电队成功将比数追平，而且现在还有机会来一棒结束比赛哦。被继续打球，轮到背号99号的林玉良。我打第一球，来看一下位置，得分，应该吧？有没有机会得分？应该吧？但这边有碰到垒包吗？没有摸到，但球还没有办法掌握到。哇！最后球回来还是碰到垒包，安全上垒。好了，英雄当英雄了。99号的林玉良在7局下半敲出了再见安打，帮助闪电最后就是以8-7逆转赢下了这场比赛。是，有点可惜啦。那个运婷只要蹲下来，就可以把球捡起来。对，刚刚其实球就在他的脚下哦。对，再来看一下这一球，有个戏剧弄人。对，整个切到球刚刚好，球落地之后是一路滚过来，对，就刚好在运婷的脚边，但都还没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到球。红龟过来之后也没办法确实的掌握，而且其实林玉良第一时间跑垒还跑过头，没有碰到垒柱哦。是，但最后回过头来还是来得及。也恭喜闪电队最后就是以8-7击败了新北猎豹，拿下我们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视障组赛事的季军哦！恭喜他们！哇，最后比赛的结果真的相当的戏剧化，两队不断的你来我往，你一拳我一拳，相互的抢分啊，非常刺激的一场比赛哦。是的。这边就还是要请我们邱平成教练稍微讲一下，对，看一下两队这场比赛的比赛内容的表现如何哦。其实整体来讲，我觉得闪电就是在打击上真的是前半段有一点落差。是。如果他前半段打击能够发挥的话，基本上这一场应该不会打这么辛苦啦。是，因为其实赛前就包括前场比赛内容有讨论到，感觉闪电队不管是球技跟经验，就以账面上来看，现实角度来看，其实是应该是要比新北猎豹出色一些哦。但也必须说，新北猎豹这场比赛发挥的相当的出色哦，包括背号25号的洪绍豪，另外背号421号的黄雅玲哦，这个替补上来进攻跟防守都有关键出色的发挥哦。所以其实新北猎豹也是有很多新人呐哈，所以值得期待。但是希望是说，他们能够持续的一直接受正规的训练，是那来增进自己的球技啦。如果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一个正规的训练，让自己球技增长，我觉得有点可惜啦。对，希望能够多多参加我们协会办的活动。是，对，也可以看到，不管是闪电队还是新北猎豹球员，现在赛后都是围圈来喊声加油哦。是。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恭喜他们。对，也恭喜闪电队拿下了季军啊！同时，也感谢新北猎豹展现了他们非常有拼劲的一面，打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比赛内容哦。那再次恭喜闪电拿下季军。那
后续我们还会有冠军赛的转播，我们教练等一下也会上场投球哦。自己现在准备方面准备的状况如何呢？我一向都是随缘，对，没有特别说一定要怎样，当然就上了场就随缘，尽自己力量，去把事情做好就好。了解，好，那我们待会也会为大家带来今年出口杯视障组赛事冠军赛的转播等等转播，大家也千万不要错过了。也感谢教练的讲评。那我是林志武，也仅代表我们全体辛苦的转播团队伙伴，还有听的老师跟手语老师辛苦的转播同仁，感谢你的收看，我们等一下精彩的冠军赛再见了，拜拜，拜拜。